嗨，大家好，我是 April。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套简单但是非常有效的校正假胯宽的运动。那为什么要去校正这个假胯宽呢？因为它不仅说是可以在视觉上让我们的腿立即变短10几公分，而且呢，它也会增加我们在日常生活和运动中受伤的几率。比如说容易崴脚站时间久了会腰痛，或者说是偶尔的这种下肢麻木这些现象。我自己之前也是有假胯宽的，那正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套运动呢，让我消除了假胯宽。所以说从今天开始跟着我一起运动，坚持，你也可以很快跟假胯宽 say bye。好的，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运动，一边做动作一边跟大家来说一下假胯宽形成的原因和我们做每一个动作的效果和目的。那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双脚靠拢站立，膝盖和脚尖指向外，然后用力收紧臀部。你可以想象要用屁股去夹住一张纸。假胯宽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不正确姿势，像走路内八字、坐着时翘二郎腿之类的所引起的膝关节和髂关节内旋。那这个动作就可以往外拉膝关节，从而消除假胯宽。注意收紧臀部的同时，也要夹紧膝盖，收紧小腹，要非常的用力。第二个动作是棒式开合，注意要让我们的肩膀和髂骨，也就是胯，在一条直线上，收紧腹部来保持躯干的稳定性，然后由臀部发力，将腿往外抬起。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锻炼我们的臀中肌。那臀中肌的主要功能呢，就是往外拉髂关节，所以说锻炼它呢，就可以很好的避免髂关节内旋，也就很好的避免和消除了假胯宽。好，那我们现在换到另一边，大家看我又加了一条弹力带。对，弹力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找到这种发力的感觉，而且锻炼的效果也会更加显著。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臀中肌呢是给髂关节提供稳定性的最重要的肌群，所以说棒式开合这个动作对于消除假胯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要尽量把这个动作做到位，感受臀部侧上方发力的感觉，而不是大腿发力。下一个动作是伸髂反向抬腿，我们这样放松的趴在地上，脚后跟并拢，臀部发力，将大腿带离地面，做30秒钟。这个动作也是会锻炼我们臀部的肌肉。假胯宽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臀肌无力，所以说我们就要加强臀部肌肉的锻炼。好，下一个动作是并腿臀桥，来锻炼我们的臀大肌。注意脚和膝盖呢都是要并拢的，然后将臀部往上抬，让大腿和身体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注意往上抬臀这个动作呢是臀部发力，而不是腰用力。那臀大肌加强了以后呢，也是可以增加我们胯部的稳定性，进而避免和消除假胯宽，同时呢也可以练出翘臀。下一个动作是微臀桥，平躺在地上，将腰部紧紧地贴在地上，然后往上挺胯。注意腰不要离开地面，它会非常有效地加强我们对骨盆位置的控制，也就是说能保证我们更正确的走路和站立姿势，对改善骨盆前倾也有很好的效果。
那假胯宽形成的第3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女性经常内收大腿，造成了股骨内收内旋过度。所以说接下来的动作就是要充分拉伸我们的内收肌。先来一个盘腿式拉伸，两脚掌相对，能感受到大腿内侧的拉伸感。也可以双手握脚，胳膊和身体用力向前，来加强拉伸感。然后是深蹲拉伸，双脚打开比肩宽，脚尖和膝关节指向外，慢慢下蹲，蹲到大腿和地面平行。这时双手合十，用肘部往外顶大腿的内侧，保持几秒钟。好，站起来，再下蹲，注意背部要挺直，不要弓背。好，那最后一个动作呢是蛙式伸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青蛙趴。双膝要最大幅度的张开，全身放松，前后慢慢移动臀部。可以感觉到大腿内侧有明显的牵拉感。这个动作也可以很好的放松我们的内收肌，改善假胯宽。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运动到这里就结束了。在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还是要去注意改正、纠正这一些不正确的姿势和体态。比如说你在站立或走路的时候呢，就要避免内八字；坐着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翘二郎腿。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请给我点个赞，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一期视频见，拜拜。